啊！门上长出了华姐姐。格蕾修，你现在忙吗？我在画画。是这样啊。华姐姐，格蕾修，我的礼物想提前送给你，可以吗？可爱丽西亚妹妹之前说过，正式交换礼物的日子是明天。格蕾修，这是我自己打磨的玉佩。啊，谢谢华姐姐。不过，这块石头为什么暖暖的？哦，我一直握在手里，可能是有点烫，希望你不要介意。为什么要介意？暖暖的，就像华姐姐一样，我很喜欢。那就好。姐姐，你怎么了？小程，我认得这个图案，它出现于此，就代表这座桥其实是我的朋友亲手设计并制造的飞船的一部分。飞船？姐姐，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正如它的名字一般，飞船就是一艘可以翱翔于天空之上的大船。你们眼前的桥，则是这艘大船的一个房间。在我的故乡，大家都叫它舱室。好复杂。在小光和小程的印象里，这座造型奇特的桥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们其实是在天灾发生之后，带领大家寻找跨越裂隙的方法时，偶然发现了桥。在此之前，大家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建筑。是啊，所以在新家园建成后，我们也在集会中讨论了桥的由来。红觉得桥本来就埋在地下，是因为大地开裂才从裂隙里冒出了头，就像种子破土那样。但小紫很快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桥是从高处坠下，就像果实落地那样。联系傅华姐刚刚提到的翱翔于天空之上的大船，小紫的观点似乎更接近真相呢。从舱室的受损程度来看，飞船当时恐怕承受了相当大的冲击。但既然其中的一部分出现在这里，那飞船本身应该也会坠落在附近，或许就在大家口中的禁地。难道浮华姐早就有这样的猜想，只是碍于我们的身份才一直没有明说吗？倒也可以这么说，我毕竟是外来者，理应入乡随俗，先按照你们的规矩行事。不过既然这种猜想已经得到证实，那继续隐瞒我的真实想法反而显得不近人情。
小光、小程，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名字叫葛蕾修的女孩？她比你们大一些，现在……是啊，应该和我差不多高，还留着一头漂亮的青色长发。对了，他还很擅长画画，总是会随身携带画笔、颜料和画板。一旦认真起来，不仅是地面和墙壁，就连他自己身上都会留下许多颜料的痕迹。很久之前，他就是坐着这艘飞船开始了航行。如果你们见过他，不，哪怕只是听说过有点接近这些描述的人，都可以告诉我。葛蕾修是姐姐的什么人？他是我非常重要的朋友，也是我为数不多的同龄人。对不起，姐姐，我没有在启明见过他，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人。小光，你呢？我也一样。不过，虽然没有人在启明见到过葛蕾修，但在这长庚就不一定了，因为大家平时很少来这里，说不定葛蕾修姐姐离开飞船之后，一直在这附近生活呢。小光说的对，如果幸运，在寻找红的过程中，我们就能发现葛蕾修姐姐的踪迹。小光、小程，谢谢你们愿意帮忙。浮华姐不用这么客气，我们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啊。如果在这里的是其他维塔，他们也一定会做出同样的行动。谁让我们是一家人嘛？那就继续麻烦你们了。葛蕾修，希望你真的平安无事。浮华姐，这里好像有什么。这似乎是一座被收纳在水晶球里的微缩城市，好像有发条，我转转试试吧。好可惜啊。小光，我们先把它收好，等找到蓝之后，再拜托他和小紫一起修修吧。我记得上次在庆典餐会上，小光的相机被人碰掉在地，镜头、机身都摔得惨不忍睹，可他们只用1周就修好了。对啊，如果只是这个小水晶球，我猜最多2天。
那我就提前谢谢他们好了。好呀。不过，姐姐，你是不是认识写这首曲子的人？他和格蕾修，以及同时制造了这枚水晶球与飞船的人，都是我的朋友，最初的朋友。所以，这枚水晶球其实是舱室下坠过程中被甩到了这里。多半如此。那格蕾修姐姐会不会也……小光，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不要紧，人类可要比水晶球坚强很多呢。而且格蕾修，他是个很特别的人，我相信他。如果水晶球也是格蕾修姐姐的东西，那周围说不定还有一些呢。我们在附近找找吧。这里没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这种程度，蓝和小紫也无能为力了吧？没关系，说不定它上面还残存着一些信息。真是个伤感的故事。但这本书的主人好像跟小光想的不一样哦。啊，你看这里，在这一页的最后还有批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整篇故事倒更像童话了。浮华姐，这也是格蕾修姐姐的书吗？这应该是我另一位科学家朋友会喜欢的书。估计他原本只想逗逗格蕾修，没想到格蕾修真的收下，还认真看完了。原来是这样啊。不过，也许正因为对方是格蕾修，他才会产生试着送出这本书的想法吧。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孩子，也必将给出他关于无限的答案。不过，说到无限，虽然现在才注意到这件事有些奇怪，但为什么我和 V 他们竟然能彼此语言相通？他们究竟是什么人？浮华姐，崩坏兽又出现了。你们找地方躲好，这里交给我。小光，你跟我来这边。姐姐，你快来！这里好像埋着什么不得了的东西。这块玉佩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啊，门上长出了华姐姐。格蕾修，你现在忙吗？我在画画。是这样啊。华姐姐，格蕾修，我的礼物想提前送给你，可以吗？可艾丽西亚妹妹之前说过，正式交换礼物的日子是明天。所以我才想把礼物提前送给你。为什么？因为……算了。格蕾修，这是我自己打磨的玉佩。啊，谢谢华姐姐。不过，这块石头为什么暖暖的？哦，我一直握在手里，可能是有点烫，希望你不要介意。为什么要介意？暖暖的，就像华姐姐一样，我很喜欢。那就好。所以，华姐姐之前熬夜制作的礼物，就是这块石头吗？艾丽西亚妹妹说，你很有可能今晚找我送礼物，让我早点回房间等你。但我等了好久，都没听见有人敲门，所以我打开了门，然后就碰到了华姐姐。果然吗？华姐姐，你为什么不愿意当着大家的面送礼物呢？因为我对这个游戏中礼物的理解，好像和其他人不太一样。科斯摩也说，我对礼物的理解和他不一样，但不一样也是对的。华姐姐的礼物是把对我和华姐姐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寄放到我这里，让我好好保管。而我的礼物是把对华姐姐和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寄放到华姐姐那里，让华姐姐好好保管。这样无论什么时候，礼物都属于我们两个人。确实，我同意格里修的观点。是啊，不一样也是对的。格雷修，我一定会找到你。